地球上最大的森林亚马逊雨林究竟有多危险？在这个面积为60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雨林中，聚集了250万种昆虫、上万种植物和2000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。这里的动物虽然跟我们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，但是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它们的样貌。亚马逊雨林气候潮湿，许多动物在这里大量的繁衍。由于不受人类的干扰，部分生物在无休止的进化，它们的危险程度远在人类的预想范围之外。如果一个没有任何野外求生经验的人身处亚马逊雨林深处，可能连3个小时都活不过，就会被这里的各种可怕的昆虫取走性命。今天黑土汇集了一下雨林深处最致命的10个物种，带各位领导一起来感受一下真正的原始森林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我们碰到第一个致命生物就是蚊子。亚马逊雨林的气候炎热潮湿，正是蚊子发展的理想环境，这里堪称是蚊子的天堂。亚马逊雨林的蚊子单是种类就高达300多种，数量更是数不胜数。如果人类没有穿防蚊衣服进入雨林，会被蚊子咬得生不如死。普通贴着皮肤的衣物是起不到防蚊效果的，蚊子会穿过衣服间的缝隙吸食我们的血液，被蚊子咬到会奇痒难耐，还会起脓包导致感染。更致命的是，由于这里的蚊子种类繁多，我们很有可能被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咬到，如果一旦被咬，会出现疟疾甚至死亡。这里的蚊子跟我们经常见到的家蚊不同，它们普遍个头都比较大，它们吸食走我们的血液之后，会在破口处留下蚊子的唾液，这些液体的危险程度是未知的，很有可能是致命的。所以进入雨林，防蚊是第一步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东西，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远比死亡更可怕。好，走向森林深处，第二个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就是吸血蝙蝠。我们都知道蝙蝠这种东西都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就好比某些山洞或者缝隙里。那么森林里怎么会有它们的身影呢？这就要说到亚马逊雨林深处的真实样貌了。其实真正的原始森林深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到处都是绿莹莹的一片。原始森林跟人类经常活动的森林有着天壤之别。走进原始森林深处，有些地方就算是白天，也有可能是黑漆漆的一片，俗称可怕的黑森林。这是由于森林深处的植被在无休止的生长，没有人去砍伐它们。这里的一些树木有些可能生长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，特别的高大，再加上温带气候条件，雨水繁多，导致这里的植物生长会特别的茂盛，时间久了枝叶就会交叉生长，从而遮挡住了阳光，并且部分地方被枝叶遮挡的密度会很高，在遮挡密度高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出现黑森林，这也就为蝙蝠提供了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。在一些枯死的树洞中，也是吸血蝙蝠的理想之地。注意，是吸血蝙蝠，不是所有的蝙蝠都吸血。亚马逊雨林中就生存着这种可怕的吸血蝙蝠，它们靠嗜血为生。吸血蝙蝠的唾液中有一种抗凝血剂，一旦被它咬伤的猎物，短时间内会流血不止。这种蝙蝠就是靠吸食血液为生，它们在攻击猎物时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紧贴在猎物的身上，用尖锐的牙齿在猎物身上撕咬一个口子，然后利用它的唾液防止血液凝固，紧贴在上面吸食，直到吸饱喝足后才肯离开。它们一般都是晚上组团出动，白天都待在阴森的洞穴中，一旦被它们盯上会死得很惨。因为蝙蝠的身上是携带病毒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，我们一旦被它咬到，很有可能会感染上可怕的病毒，并且这种病毒很有可能是人类未知的，一旦感染，即便是立刻治疗，也有可能会丧命。第三个，子弹蚁，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种类之一，同样它也被评为全球10大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。子弹蚁的体型可以超过 2.5 厘米，要比普通的蚂蚁大很多。之所以叫子弹蚁，是因为被它咬到的疼痛感就像被子弹击中一样，特别的疼。这种疼痛可以持续24小时，并且不会有任何的减弱。曾经有一个美国昆虫学家名叫贾斯汀·施密特，曾经体验过被子弹蚁叮咬的疼痛试验。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有颗生锈的钉子扎进脚后跟，然后再光脚走在红火的木炭上，疼痛还会迅速的扩散，被咬到手，可能整个胳膊在几个小时内都动弹不了。如果被多个子弹蚁咬伤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丧命。在亚马逊一带生活的土著人习俗中，男孩子长大成人后必须要经历让子弹蚁叮咬这个过程，如果承受不住这种疼痛，成人礼就会宣告失败，就做不了男人。只有经得住这种考验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男人。好，第四个，流浪蜘蛛。
它是蜘蛛界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，它的体型很大，体长可以到15厘米。之所以叫流浪蜘蛛，是因为这种剧毒蜘蛛从来不会织网，经常游走在森林的各个角落。它的毒性特别的强，仅需 0.006 毫克的毒液就可以轻松毒死一只老鼠。如果我们一旦被它咬到，可能会导致呼吸麻痹和死亡。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，死亡的几率会很大。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在流浪蜘蛛的毒液中含有一种叫 PNT2-6 的成分，能够令人陷入兴奋的状态。如果男性被咬到，除了以上几种情况，下体还会肿胀持续长达几个小时。这一现象也是特别的危险，被咬到的人如果被注入的毒液过多，下体就很有可能报废。这种剧毒蜘蛛游走在各个地方，特别是香蕉树中，所以在原始森林里看到水果，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摘，起码要排除一下周围的危险。好，第5个，树蟒。到这里黑土提示一下各位领导，由于蛇的视频画面会引起视觉上的不适，在这里黑土就不给各位领导展示了。黑土已经把图片打码，还望各位领导理解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亚马逊雨林中生存着至少17种拥有剧毒的蛇类，还有很多大型的无毒蛇。如果不小心被这些毒蛇咬中，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救治，毋庸置疑，几乎毫无生还的几率。除了地面上的毒蛇，我们还要时刻防备盘在树上的蟒蛇，也就是树蟒。这里的蟒蛇普遍都大，虽然树蟒没有毒，但是对于普遍对蟒蛇都有恐惧感的人类来说，也特别的可怕。可以想象一下，走在乱草丛生的原始森林中，一头撞上了一个树枝，抬头一看，一条4、5米长的巨蟒就在头顶盘着，并且死死地盯着我们。好家伙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好，第6个，巨型蜈蚣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蜈蚣之一，体长最大可以达到40多厘米，特别的大。这种蜈蚣携带剧毒也是特别的危险，它们一般在晚上活动。其实不单单是蜈蚣，前面我们说的这一些有很多都是在晚上出动。亚马逊雨林的夜晚是最危险的，这种大型的蜈蚣一般都潜伏在石头缝或者杂草跟腐烂的木头下，它们的钻缝能力极强，越是潮湿隐秘的地方，越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。巨大的身体可以协助它们捕食青蛙、蜘蛛，甚至是蛇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。被它咬伤后会导致剧烈并且持久性的疼痛和肿胀，严重的也可能致死。如果身处亚马逊雨林，它也是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动物之一。第7个，亚马逊巨人食鸟蛛。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蜘蛛，它要比上面的流浪蜘蛛要大得多。作为世界上最大体型的蜘蛛，它的体型最大可以达到30厘米。说到这里，各位领导一定要有个概念，30厘米，大小快要将近一个小一点的泰迪狗了。不单是个头大，这种蜘蛛的寿命可达25年。巨人食鸟蛛的名字来自于它巨大的体型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可以轻松地吃掉鸟类、老鼠等小型动物。虽然体型巨大，但是它的毒性不强，跟大黄蜂的毒性差不多。即便是这样，被它咬一下，照样会疼痛难耐，因为它们长着3厘米长的尖牙，轻易的就可以刺穿我们的皮肤。再加上它的腿毛，这些毛带有倒钩，被它碰一下都有可能会受伤，特别的危险。好，第8个，箭毒蛙。这个小东西一眼看上去给我的感觉是绝对不好吃，非但不好吃，它还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物种之一。它们个头不大，毒性却极强。这家伙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，红橙黄绿青蓝紫几乎都给占全了。在很久以前，美洲的原住民曾使用箭毒蛙分泌出来的毒液抹在箭头顶端来干仗。随着颜色不同的箭毒蛙，毒性也会有所不同。比如说，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素就足以让10个成年人丧命，有些更毒的，甚至我们仅仅碰到它就会中毒，并且毒素大部分都是致命的。应了那句话，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，越是致命。好，第9个，世界上最大的蛇森蚺。到这里同上面一样，黑土会把蛇打上马赛克，以防各位领导的不适，还望理解。森蚺咱们上一期说过，它是生活在亚马逊河里的，不过在雨林中它们也会经常出现，一般在一些沼泽地里、潜水坑里都会有它们的身影。森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，最长可达10米以上，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，巨大的身形可以让它们毫不费力的就吃掉一个成年人。如果没有携带任何防身武器的情况下，在森林深处碰到这种巨型的森蚺的攻击，就算是泰森来了，也只能听天由命。最后一个，美洲虎，也就是美洲豹。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，它是世界上第3大猫科动物，除了狮子老虎就属它了。虽然它身上的花纹比较偏向于豹子，但是仔细观察它的整个身体，包括动作都很接近于老虎，所以就有人称它们为美洲虎。
它们经常游走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，特别是附近有水源的沼泽地。在亚马逊雨林中，美洲豹几乎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，它会捕食凶残的小型凯门鳄和庞大的森蚺。它的体型可达1.8米，体重300多斤，咬合力高达1100多斤，比老虎、狮子都要大。巨大的咬合力可以让它一口就咬碎猎物的头盖骨。虽然在体型上它不如狮子、老虎，但是要比起捕杀猎物，狮子、老虎不一定比美洲豹强。老虎、狮子体型大，爆发力强，虽然这些都碾压美洲豹，但是有一点是比不过美洲豹的，就是凶猛和敏捷。可能由于三者栖息环境不同，美洲豹经常活动的区域面对的都是森蚺、鳄鱼这种凶猛生物，而狮子、老虎一般不会与这些生物面对面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洲豹的凶猛与敏捷度。虽然表面上看美洲豹的凶猛程度也不低，但是如果真拿美洲豹与狮子、老虎单挑的话，其实美洲豹是毫无胜算的。但从体型这方面就基本已经输给狮子、老虎了。只蟾蜍集合自爆，数百条鱼类飞向天空，这些恐怖的动物现象听上去匪夷所思，但却真真切切的存在。在整个动物界，其实有很多种非常怪异的自然现象，这些事件每发生一次，都会颠覆人类以往的科学认知。由于这些景观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，其中有一些行踪不定，无法预测，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亲眼见到这种震撼的景象。今天这期视频，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怪异的动物现象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第12个，减树。你如果在野外发现了这种被网子包裹起来的树，千万不要靠近，因为这种树上可能生活着数百万只昆虫。2010年，巴基斯坦曾经发生过一次洪水灾害，洪灾过后，人们就在一些靠近河流的树上发现了这种现象。经过研究发现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昆虫，因为在洪水过后，大量的昆虫为了避免被淹死，就会爬到树上寻找庇护。当越来越多的蜘蛛和各种昆虫同时爬到一个树上时，就会形成这种奇特的景象。据估计，想要达到这种效果，一棵树上的蜘蛛数量大约需要上百万只，所以看到这种树就意味着里面可能会有上百万只蜘蛛。如果贸然靠近，你的头上、后背、耳朵以及衣服上很有可能会爬满蜘蛛，非常可怕。第11个，蟾蜍自爆。2005年，在德国汉堡的一个池塘附近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，每天一到晚上，这里就会有大量的蟾蜍自爆，爆炸的瞬间，内脏会被弹出1米开外，变成一滩血水，场面非常。由于死掉的蟾蜍数量过多，这个池塘就被当地人称之为死亡之地，通往这条池塘的路线也被封锁了起来。后来经过生物学家研究发现，蟾蜍的自爆可能是乌鸦引起的。由于蟾蜍在受到威胁时会将自己的身体膨胀起来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大，而乌鸦此时如果利用尖锐的鸟喙对蟾蜍的肚子进行攻击，就像尖锐的针头刺气球一样，很轻易的就能让蟾蜍爆裂。所以引起蟾蜍自爆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乌鸦，但至今为止这种说法只是猜测，并没有得到证实，也就是说导致蟾蜍自爆的真实原因到了今天仍是个未解之谜。第10个，两鸟群飞。你如果有幸遇到这种景象，千万不要害怕，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巫师在施展法术，也不是什么体型庞大的神秘生物。这些变幻莫测的黑影其实是由上万只两鸟组成的飞行大队。两鸟是一种体型类似于家巧的鸟类，种类繁多，它们经常会组成一个巨大的群体在空中飞行，期间还会变成各种形状，看起来非常壮观。拥有这种现象的动物不只有两鸟，除了鸟类，其实还有鱼类，海洋里的一些鱼群也会有这种习性，只不过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水中，所以看上去给人的视觉感受会有一些差距。第9个，搁浅的鱼。当大量的死鱼出现在海滩上，究竟预示着什么？这种景象经常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领导们是很难亲眼看到的。最近的一次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邻国日本。2023年的12月7日，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一个海岸就出现了大批量的沙丁鱼尸体，这些死鱼绵延数百米，密密麻麻地铺在海面上，场面相当可怕。其实类似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的海滩发生过很多起，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并不罕见。导致这些鱼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氧气不足，活活给憋死的。要知道，鱼虽然生活在水里，但它们也是需要呼吸的。每年一到了夏季，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海水的温度就会升高，水温一旦升高，水中的溶解氧就会降低，而此时大批量的沙丁鱼如果密密麻麻的拥挤在一起，就很容易会造成供氧不足，窒息而死的现象发生。第8个，飞鱼。会飞的鱼，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，但它确实存在。
肺鱼是生活在大海里的一种小型鱼类，这种鱼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45厘米，它的身体两侧长有一对类似于翅膀的胸鳍，这两对胸鳍又长又宽，当肺鱼高速游动冲出水面时，就可以借助这对胸鳍实现空中滑翔。这种鱼的游泳速度非常的快，在水中它1秒钟就可以向前游动10米的距离，当速度足够快时，它一跃而起，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的高度，然后在空中滑翔40多秒的时间。不过由于其经常在夜间飞行，所以就很少有人能亲眼看到这种景观。第7个，肺鱼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也没有念错，就是肺鱼。这种在泥土里挖出来的鱼，并不是有人故意为之，它的确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。肺鱼也被称为非洲肺鱼，这种鱼在非洲、澳洲和南美洲的淡水中都有发现。它不仅可以生活在水里，也可以脱离水，生活在泥土里。之所以有这项能力，主要就出自它独特的身体构造。肺鱼的鱼标在生理构造上具有肺的功能，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在有水的情况下，它们既可以生活在水中，也可以生活在没有水的泥土里。当旱季来临，它们为了防止自己被晒死，就会提前钻进挖好的淤泥洞里躲避干旱。在这期间，它可以不吃不喝，休眠3到5年。当雨季再次来临时，就可以重新回到水中。第6个，红蟹迁徙。在澳大利亚的圣诞岛有这样一种自然奇观，每年一到了10月底，就会出现大批量的螃蟹涌向路面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密密麻麻的向海。为此，人们还特意为这些螃蟹修建了一些桥梁，以免它们在路过一些火车道和道路的时候被汽车碾压。这些螃蟹大规模移动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为了产卵。每年一进入到10月底，圣诞岛的雨季就会来临，这些螃蟹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，将自己的卵产在海边，以供繁殖。此时，很多人可能会在想，这些螃蟹能不能吃？答案非常遗憾，不能吃。这种螃蟹是一种陆地蟹，它的体内含有一种类似于乙酸的有毒物质，食用之后会损伤我们的胃黏膜，导致食物中毒。此外，在澳大利亚当地，人们为了保护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，法律上也不允许食用岛上的任何螃蟹，所以就不要对这些满地的螃蟹流口水了，有毒。第5个，蓝色眼泪。这片冒着蓝光的海滩，看上去就犹如梦境一般，非常漂亮。它不是由特效合成的，而是的确可以发光。实现发光的东西其实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藻类，学名为西式弯喉海银。这是一种非常小的浮游生物，只有3毫米长。它的体内有一种发光线，当受到刺激时，就会产生浅蓝色的光。当越来越多的西式弯喉海银聚集在海滩上时，经过海浪的拍打，就会呈现出这种奇特的景象，非常壮观。第4个，鲸鱼自杀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人们就发现了这种非常诡异的现象，那就是成群的鲸鱼经常会游到海边等死。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7年的2月份，在新西兰的南岛附近，就有多达400多头领航鲸冲向海滩搁浅而亡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些鲸鱼在搁浅之后，人类即便是帮助它们重新回到水中，它们又会重新冲上海滩寻死。经研究过后，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鲸鱼的身体有任何的异常，它们没有生病，也没有遭到其他大型生物的攻击。至于为什么会群体冲向海滩寻死，至今为止，科学家也无法找出确切的原因。关于鲸鱼搁浅的解释，人们曾提出过很多假想，包括水温变化、地磁干扰以及各种生态变化，但至今为止，这些鲸鱼究竟是为何群体自杀的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第3个，猴子入侵。眼前的数百只猴子当街斗殴的事件发生在泰国的华富里市区，这里是泰国的一个旅游城市，在很久之前主要以猴子作为当地的文化象征、旅游特色。然而让当地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猴子由于经常与游客互动，逐渐的对人类失去了恐惧，反而变得肆无忌惮起来。一大群猴子经常会试图抢夺人类的食物，甚至对游客发起攻击。久而久之，在这里时不时的就会上演人猴大战。走在华富里的街头，经常会有一大群猴子穿街而过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却对猴子忌惮了起来。当猴子穿越街道时，商贩们就会将门关上，以免这些猴子上门抢劫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猴子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灾难。第2个，蝗灾。蝗灾，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灾难性动物现象，很多人对这种现象非常熟悉，却又异常的陌生。因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很少有机会能亲眼目睹蝗灾的可怕景象。之所以说它可怕，是因为蝗灾一旦发生，就意味着饥荒的降临。产生蝗灾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干旱，因为当干旱处于某个临界点时，就成为了蝗虫的最佳繁殖地。蝗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蚂蚱，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，如果环境允许，短时间内它们就可以造出亿万大军。这些蝗虫的食性非常广泛，只要是绿色的植物，它们几乎都会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蝗虫群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，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农作物以及各种植物啃食干净，非常可怕。第1个，
动物雨。你知道吗？天上除了会下雨、下雪、下冰雹，其实还会下蛇、下鱼、下青蛙以及各种动物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2010年的2月，位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就遭遇了一场奇怪的大雨。这场雨在下的过程中，伴随着很多雨从天而降，落在街道和房屋上。2015年，同样位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遭遇了一场让人毛骨悚然的蜘蛛雨。除此之外，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怪雨，有下蛇的，还有下青蛙和蟾蜍的。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龙卷风。当龙卷风从海洋上方或者其他地方掠过时，就会将水里以及地面的东西卷进空中，随着龙卷风不断移动，这些被卷起来的动物就会随着龙卷风长途穿行，最终落向地面，从而形成这种怪异的自然景观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，谢谢。你知道生活在南极的动物有多可怕吗？你以为《山海经》里的那些异兽真的不存在吗？你知道吗？南极大陆是人类出现以来最晚发现的大陆，直至1820年人类才首次发现并踏上了这块大陆。在这之前，人类对这里一无所知。南极大陆位于地球的最南端，四周为南冰洋所包围，它的总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千米，占地球所有陆地面积的1/10。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、最干燥、最多风的大陆，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-89.2度，整片大陆常年被冰雪所覆盖。在内陆地区经常会刮着10几级的大风，最大风速可达每秒75米以上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，但却非常干燥，整个南极洲的平均年降水量仅为55毫米，还没有撒哈拉沙漠多。这就意味着这里的空气会非常干燥，环境比撒哈拉沙漠还要恶劣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仍有超过200多种动物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。今天这期视频，黑土先给各位领导找出来生活在南极洲的10种标志性动物，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的霸气鼓励，谢谢。好，第10个，南向海豹。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非鲸类海洋哺乳动物，它的体重比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北极熊还要重6到7倍。已知成年的雄性南向海豹的体重最重可达4吨以上，这种体重仅限于雄性，雌性南向海豹的体重并没有这么大。雄性的体重通常是雌性的5到6倍，它的体长最长可达6.5米以上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这种海豹的数量高达约65万头，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南大洋，只有少数活动在南极大陆的边缘地带。南向海豹的外形独特，它有一个能伸缩的鼻子，一旦被激怒或者高度兴奋时，它的鼻子就会向外膨胀，并且跟大象一样可以利用鼻子发出洪亮的吼声，因此被称为象海豹。这个家伙虽然在陆地上看上去比较笨重，但如果一旦进入水中，则会变得非常灵敏。它可以下潜到水下2300多米的深度捕杀猎物，主要以一些乌贼和鱼类为食。每年1到9月中旬，这些大家伙们就会聚集到一些小岛上，雄性会在这里进行决斗，而雌性则会在一旁观战，并且选择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这貌似就是一场盛大的相亲大会，相当热闹。对了，再有就是他们的寿命可达20年。好，第9个，南极贼鸥。单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家伙绝非善类，之所以被称为贼鸥，主要就是出于这种鸟的行为方式。南极贼鸥是一种仅生活在南极洲的一种海鸟，这种鸟的体长可达53厘米，翼展最长可达 1.4 米。它们主要都生活在南极大陆边缘的一些苔原、河流与湖泊地带。人们曾在恶劣环境的南极点上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。要知道，南极点位于南极大陆的内陆，这里常年被冰雪覆盖，最低温度可低至-80多度，气候非常恶劣。然而，这种南极贼鸥就曾出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。这种鸟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性情，这家伙非常凶猛，在南极它们偷盗抢劫，无恶不作。人们曾称它为空中强盗，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这个家伙是企鹅最讨厌的敌人。每年一到企鹅的繁殖季节，南极贼鸥就会经常出现在企鹅的繁殖地，将刚孵化出来的小企鹅或者企鹅蛋叼走吃掉。不仅如此，南极贼鸥还是一种非常懒的鸟类，它们从来不自己建造巢穴，通常都是利用抢占的手段霸占其他海鸟的巢穴。有时候它们甚至会直接从其他海鸟的嘴里抢夺食物，行为非常恶劣。这种行为在动物界其实也是非常讨厌的，无奈动物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好，第8个，帝企鹅。企鹅无疑是南极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动物，这个物种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企鹅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，它们很有可能在地球穿上冰甲之前就已经生存在南极了。你知道吗？全世界的企鹅种类多达10几种，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南极。在所有企鹅中，体型最大的一种就是生活在南极的帝企鹅。帝企鹅的全称为皇帝企鹅，它的身高可达 1.2 米，体重可达100斤。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，虽然企鹅的耐寒性较强，但是每当恶劣的气候来临，它们也会受到影响。
这时候企鹅群就可以利用群居的优势挤在一起抵御风寒。帝企鹅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繁衍方式，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在南极的冬季繁殖的企鹅物种。我们都知道，世界上绝大多数鸟类的蛋想要成功孵化出幼崽，对温度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。然而这种帝企鹅却可以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孵化出幼崽，而且它们的孵化方式还非常特别。雌性帝企鹅在产下蛋时就会离开，负责孵化的工作却是雄性企鹅。在孵蛋期间，雄性企鹅为了不让企鹅蛋受冻，就会利用自己的脚将企鹅蛋慢慢的夹起来，使其离开冰冷的地面。在孵化期间，它们会肩并肩的排列在一起，大概需要60天的时间不吃不喝，而且一动不动的孵蛋。等到幼崽成功孵化出来后，雄性企鹅才会去寻找食物。好，第7个，漂泊信天翁。它是世界上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，这种鸟的翼展最长可达 3.7 米，平均翼展都在3米以上。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大洋的极地范围内。这个家伙1年的时间都会环绕南大洋航行3次，飞行里程超过了12万公里。它们是一种非常善于滑翔的鸟类，在空中，漂泊信天翁可以在空中滑翔几个小时，而不用挥动翅膀。据观察发现，这个家伙的一生中有9%的时间都生活在海上，一般很少会落地。这种鸟到了6到7岁时才会成年，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60年。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海洋生物为主，这个家伙可以下降到水下12米深的海里捕捉猎物。它们主要以一些头足类动物和小鱼为食，在野生动物界，它们没有天敌。好，第6个，雪海燕。它与企鹅一样是南极大陆的土著居民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在整个南极洲，鸟的种类多达几十种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季节性迁移鸟类，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极鸟。而这种雪海燕与企鹅一样，它们是南极的本地鸟。雪海燕的外形非常漂亮，它们的羽毛非常洁白，还长有非常独特的蓝灰色的角，整体外观看上去与鸽子十分接近。这种鸟的体长最长可达40厘米，翼展可达95厘米。它们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冰块周围，而且多数还是群体活动。在南极大陆的一些冰山上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。在南极，它们主要以鱼类和一些头足类动物和磷虾为食，有时候找不到猎物，也会选择吃一些腐肉，像一些海豹与鲸鱼的尸体都可以成为雪海燕的食物。在整个南极洲，这种鸟的数量估计超过了400万只，由于其种群规模庞大，因此并没有受到人类的重点关注。第5个，豹海豹。它是南极海域最可怕的一种食肉野兽。豹海豹的体型很大，它的体长可达4米，体重可达1000斤。在南极地区，它的体型仅次于南向海豹，是南极的第2大海豹。它的凶猛程度要远胜于比它体型大的南向海豹。豹海豹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犬齿，它的下颌非常强壮，可以大幅度的张合，用来攻击猎物。在南极，它们经常会捕杀小海豹以及企鹅和一些鸟类，特别是企鹅，它们非常喜欢潜伏在企鹅活动的浮冰下巡视。一旦有企鹅进入到水中，就会沦为豹海豹口中的猎物。这个家伙虽然在水中极为凶猛，但是一旦上岸，则会变得非常笨重，行动也会变得非常迟缓。豹海豹的活动范围遍布南极大陆边缘的所有海域。它们虽然喜欢捕杀企鹅，但绝大多数的食物来源还是以深海的食物为主，主要就是以磷虾以及一些乌贼和甲壳类动物为食，偶尔也会吃鲸鱼的尸体。在南极地区，它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。豹海豹已知唯一的一个天敌就是虎鲸，但是虎鲸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去捕杀这种豹海豹。再有就是这个家伙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，它们会主动攻击人类。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豹海豹生活的地方距离人类太远，因此人类能与它们碰面的机会非常少，袭击事件自然也就会非常罕见。好，第4个，大王酸桨鱿。在南极冰冷的海水下生存着一种深海巨型鱿鱼，这种鱿鱼栖息在南极海域2000多米深的冰冷海水下，它们的体长最长可达14米，体重可达1000斤以上。大王酸桨鱿与大王乌贼不同，它的体型要比大王乌贼大，而且两者的栖息地与身体构造都大不相同。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大王酸桨鱿是人类已知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，它拥有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大的眼睛，一只眼睛的直径可达40厘米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个大家伙的血液中含有一种叫做血蓝蛋白的含铜化合物，这使得大王酸桨鱿的血液呈蓝色，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动物那样为红色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蓝色的血液。不仅如此，它要比大王乌贼恐怖得多。大王乌贼虽然也是一种大型的鱿鱼，但是它的触手上都是吸盘，而大王酸桨鱿的触手上却长有锋利的倒钩，这种倒钩的长度可达8厘米，类似于老虎的爪子，非常锋利。在很久之前的一些神话传说中，就有描述大海上曾出现过长有巨大触手的海怪袭击船只，科学家估计传说中的那些海怪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大型鱿鱼。好，第3个，虎鲸。虎鲸这个物种遍布世界各地，从北极到南极以及热带海洋都有它们的身影。虎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高度社会化的动物，它们有自己的群体组织，在动物界这个家伙的智商排名非常靠前，凭借着这种优势，使得它们能够在自然界碾压很多的顶级捕食者。
虎鲸是一种食肉动物，它们非常凶猛，在海洋里，它们与狼一样，成群结队的捕猎。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捕食者，即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蓝鲸，有时候也会沦为虎鲸的猎物。强悍的捕猎技能使得虎鲸的栖息地遍布世界各地，在南极海域生活着大约有7万多只虎鲸，它们经常活动在一些浮冰的外围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冰层深处。南极的虎鲸与世界上大多数的虎鲸生活习性大同小异，都是成群捕猎。在这里，它们主要以一些鱼类和海豹以及企鹅为食，它们的体型与外界的差异也不大。雄性虎鲸的体长约在9米左右，雌性略小。南极虎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皮肤上通常会有一些暗黄色，这种暗黄色其实是一种硅藻，这种东西堆积在虎鲸的皮肤上，可以防止虎鲸在寒冷的水中脱皮，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好，第二个，座头鲸。它与虎鲸一样，栖息范围比较广泛，在全世界的所有大洋中均有分布，包括南极海域。座头鲸的体长最长可达17米，体重可达30吨以上。这个大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恐怖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。它们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，每小时约为8到15公里左右，游动在海面上就像一座小型冰山一样，给人的压迫感极强。一些古籍中记载的鲲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座头鲸。在南极，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磷虾为主。座头鲸没有牙齿，它们的嘴里长有270到400片带边缘的须板，这些须板的成分与人类的指甲成分差不多，并不具备像牙齿那样的硬度，因此它们并不具备捕杀其他大型猎物的能力，只能靠掠食一些小鱼以及大量的磷虾为食。据估计，一头成年的座头鲸在1天内就可以吞食多达1吨多的食物，食量相当的大。但即便是这么大的一个物种，在这里也会有捕食者。座头鲸最怕遇见的就是虎鲸，虎鲸这个家伙经常是群体活动，一旦碰到落单的座头鲸幼崽，极有可能会将其围攻并吃掉，非常凶猛。第一个，南蓝鲸。南蓝鲸其实就是南极蓝鲸，它是蓝鲸4个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，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米以上，体重可达180吨以上。它是人类已知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，但是一条舌头就重达2吨，心脏重达半吨。它的血管粗的可以装下一个小孩，那家伙非常巨大，而且这种体型的蓝鲸多数都为南极蓝鲸，其他地方的蓝鲸通常都略小一点。南极蓝鲸之所以能长这么大，主要也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。要知道，在整个南极海域生存着有超过几十亿吨的磷虾，这种动物富含非常高的蛋白质，营养非常高，而南极蓝鲸生存在这里，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，基本上不用为食物发愁。蓝鲸的胃口极大，这个家伙一口下去可以吞食约200万只磷虾，每天它都需要吃掉4到8吨的食物，再加上寒冷的海水含氧量较高，而且动物生活在含氧量高的地方，体型往往都相对较大，种种原因加起来才促使南极蓝鲸的体型格外的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，谢谢。